追风干越圈。望尘丹可以令人忘却前尘而不自知，故名望尘丹。这东西好啊，日后有大用，可以记下来。这三公哥是按时收费的，你这样抄，这不是白白浪费零食吗？敢问徐老有何办法？弟子不才，愿学这种法术。哎，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啊！多少灵石10个，10个灵石，复制一次。没想到庐山殿行这样的规矩。那就请徐老准备一些好丹方，我复制了一并带走。哎，这个简单。这些可以吗？这不合适。这个也不行。庐山殿里不会都是这种货色吧？第一次来庐山殿的人都这么问呢。殊不知，没有好的炼丹炉，拿到再好的丹方，也炼不出来。徐老的意思是得先在你这儿买了丹炉，才能看到好的丹方。算你聪明。如果你买了我的炼丹炉，这丹方买我就送200灵石，最低180。
丹炉放地火之屋了。丹方呢？买我丹炉，赠你丹方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丹方，筑基丹，是筑基丹的丹方，这样岂不是可以自己炼了？用小绿瓶催出原料，想炼多少炼多少，谁都抢不走。试炼筑基丹，需取之玉髓之紫侯花、天灵果。这都什么呀？都没听说过呀。去哪儿找？这里就是地火之屋了。还有180灵石一个的丹炉。先挑选一个简单的试试。放尘丹，就你了。居然一次就成了，不愧是180灵石的丹炉啊！再炼一个黄龙丹试试。纯度也提高了很多。我在百药园开辟了一处秘密药田，用小绿瓶催生药草，继续实验推演不同丹方，炼制了不少有用的丹药。只是最重要的筑基丹所需的那几味药，还没有头绪。这血色禁地每回开放之前呢，这棋派都会选定一个地方，要搞一个会盟啊。这毕竟关系到各个门派这未来几年的发展啊。所以说呢，每一次血色禁地开放，都血色禁地关系到各个门派未来实力的高低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一个事儿啊，就是说这个只要进了血色禁地的弟子，都能获得一枚筑基丹，这事儿是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哎，我就说嘛，但是，这个传闻呢，也不算离谱啊。你知道这血色禁地为什么又叫做奇派的灵草库吗？因为此地生产着各种珍贵的灵草，
在整个越国，也只有那里，才有试炼筑基丹的原料。怪不得在市面上没见过那几味药。一次试炼，族谱里的弟子都要抢着去了吗？非也，血色禁地进去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出来。禁地是九死一生，你知道往年参加试炼的弟子存活率有多少吗？不到半数。这么危险？这位小友，你也对血色禁地感兴趣？啊？什么呀？师弟，你吃的那是什么呀？果子。还有没有了？正好，还剩一个。哎，谢谢师弟。谢谢师弟。师兄，刚刚那人谁啊？他你都不知道？向之礼向师兄，谷内年龄最大的炼气期修士，去了好几次血色禁地，还都活着回来了，就是还没筑基呢，也是奇怪。这老头真笨，天天就是要赏乐。门派打得好算盘呀，需要丹药，就逼着我们这些炼气弟子拿命去换。你们说，那老头是不是诚心吓唬人？一把年纪了，还没筑基，他肯定最着急去血色禁地博筑基丹了。明明想去，又怕年轻人抢他名额，就来吓唬我们。不过，他万一说的是真的，非洲。诸位长老远道而来，周某有礼了。我已在前机堂内摆下花果茶点，请诸位随我来吧。师叔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来，吃，尝尝。哎，尝尝这糕点，哎，这好吃。这味道不错啊，比上次好吃啊。别吃了。就是这都没吃饱呢。禁地开放在即，按规矩呢，由我们黄风谷保存并使用的岳阳宝珠，是时候移交给下一派偃月宗了。师姐，稍等一下，在移交宝珠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想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。
这不是筑基丹吗？质量差了点儿。哎，我这个好点儿。这2颗筑基丹应该是不同批次炼制而成。没错，浮云子手上这颗是20年的禁地材料制成的。那我这个呢？这颗是近期的禁地材料制成的。虽然都是筑基丹，但是两者的品质相差甚远。相信各位长老也有所察觉，禁地中灵草的数量、质量大不如从前。所以，我代表偃月宗在此提议，此次禁地执行后，将提前进入禁地封闭期，将禁地封禁60年。什么60年？这太长了吧？这太久了。韩大哥，真的是你，汉姑娘。上次太南山谷一别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你进入了黄风谷。还要多谢你送我的那本书。汉姑娘是来参加棋派会盟的吗？嗯。对了，那个前面啊，有专门给炼气期弟子准备的茶点，你可以去尝尝。那些都是快要筑基的高手，光是跟他们坐在一块儿，我就紧张，还是算了吧。谢谢韩大哥。汉姑娘也要去血色禁地啊？嗯，我大哥旧疾发作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只有找到血色禁地里的烈焰花，才可以救他。你们那些老祖没法给他治吗？所以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找到烈焰花，把我哥治好。唉，死也治了。你对你哥哥真好。我有个小妹，在我离家的时候，她也就这么搞吧。禁地中灵草珍贵，就算5年开启一次，采到的筑基丹原材尚且不够，改成一甲子，那缺的筑基丹怎么补？可不是嘛！就是啊，就是你们偃月宗家大业大，那自然是备了不少筑基丹。可是我们这几派可不行啊，多少弟子排队等着呢。就是啊，怎么办？筑基丹之所以重要，也是为了小辈考虑。每次禁地一开，折损的炼气修士几乎近半，这些弟子的性命，诸位长老就不放在眼里了吧？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这心里的慈悲，难道能大过天道？小小的筑基丹，搬上天道了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看样子，你们黄风谷也是站在偃月宗那边的。这世上的天材地宝本就有限，有多少的灵草需要经过100年甚至1000年才能成材？近几年各派的弟子剧增，而灵草却是摘一颗少一颗。正是，现在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杀鸡取卵。况且，我听说魔道6宗又有异动，我们更应该避免伤亡，否则他们攻打进来。魔道？几百年了，年年都说有魔道，可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，又有谁真见过？是啊。少主，咱啥时候出征哎？别总着急啊，这越国棋派里边烂马七糟一锅粥，咱虎了吧唧就这么上了，得折多少人？少主恕罪啊，但是恁姑半个月头里都已经进军讲过了，若是被他抢了先，少主的处境恐怕得更加的不得劲呐。那就是。
我姑这人确实虎，但我比较善用巧劲儿，也借这机会给我爹瞅明白了，这鬼灵门以后得给谁。那恁想咋住呀？一动别动，一动不动。赵主，不可要过来噻？指定得去啊！咱仨人够了。都咱3个，大军不去了？讲话，这血色禁地也快开门了，是时候让这帮棋派大傻子们忙活起来了。再一个啊，你们俩到那边之后，能把嘴闭上就闭上，人那边说话不这味儿。中，那就是。你们都是各派的老人了，西派如今势力如何？你们心里不清楚吗？比5年前如何？比60年前又如何？哎，正是因为各门派的势力在下滑，我们才更需要到这个禁地多采一些灵草回来，不然这些练气的弟子如何向上提升锻炼呀？对呀，是啊，总不能害怕牺牲就不去禁地，这不是因噎废食吗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们几个反正不同意。怎么一个比一个轴啊？啊？哎，我是都无所谓啊，只是5年一次赌，这次要60年一次赌，我不知道某些人等不等得起。哎，你说谁呢？我们来就同意啊！请洪福师姐催动岳阳宝珠。师姐，请催动岳阳宝珠。那是什么？岳阳宝珠。看来长老会那边有情况，我先去看看。韩姑娘，一定要从禁地平安回来。嗯，再见。岳阳宝珠是什么呀？诸位长老，有没有发现岳阳宝珠有何不同？这没以前亮了。宝珠没有以前亮了。没错，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驱散禁地的迷障所制。宝珠吸收日月灵气，绽放光芒，但你们恐怕不知，每当天有异样，宝珠也会受其影响。日月昭昭，本该是亘古不变，可禁地开启过于频繁，导致灵气日益稀薄，宝珠光彩亦不复从前。这还不能印证我的说法吗？现在明白了吧？啊，来吧，再商议商议。这血色禁地如此凶险，要不等下次开启，准备充分些再去吧。听说了吗？以后这血色禁地要改为60年开放一次，这下要拿到筑基丹，恐怕更加困难了。是啊，可要不突破筑基期，这寿元也就100-200年，再来一个60年，那莫不是要等到老？要不这次咱就去吧，去的话问问表姐，她去咱就去。不用问了，那姓陆的去，表姐肯定也要去。但是这一次改了规则，去的人肯定比以往要多，咱们务必要小心行事，别因为这个丢了性命，那就不值得。好，那快走吧，他们都在这报名呢。走。如果再开，就要等60年。向师兄，不是说这个报名血色禁地的在这集合吗？咱俩来。会不会通知错了呀？你们都在等谁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师祖。
的人还挺多。哎，你们都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？啊？不是我吓唬你们啊！我们黄风谷弟子数千，筑基的有多少知道吗？不过100人。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筑基丹稀少。不光如此，还因为炼气与筑基虽然只差1阶，但是境界却相隔10万8千里。所以啊，有很多人都会像你们一样，都想进禁地碰碰运气，结果呢，白白丢了性命。别说筑基了，连活下来都是奢望。所以啊，若是你们没有拿出必死的决心，老夫奉劝你们赶紧回去啊，以免你们的仙途到此为止。那当然了，若是听到老夫的话，你们依然有决心，可以站出来，我看看都有谁。快点！嗯。哎，你们这13个人是不是已经听到禁地再开要等60年的消息啊？啊？可以呀，挺聪明。咱们黄风谷此次进禁地有15个名额，现在还有2个。我，哎呦，这么大岁数能行吗？我可不想再等60年呢。可以理解啊，那还差1个名额。这样吧，我数3个数，1，嚯，会抢跑了。你一个炼气11层的也敢去送死啊？禀师祖，弟子资质差，没那么多时间等60年，望师祖成全。不错，有个性，我喜欢，啊，就是资质差了点啊。行了，你们这些人回去吧，啊。师叔，我也要去。早干什么了？先回去啊！想去，等60年之后那波。 60年后我都120岁了，师祖。再给个机会吧，师祖。师祖，后面还有考核和训练呢，啊，万一哪个淘汰了，你们就有机会补上嘛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快去。我们好幸运呢。嘿嘿，听听，不容易呀。哦。勇气乃万世之始啊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过了老夫的第1关。 谢谢师祖。血色禁地不只是一场寻宝之旅，更是一场关系着我黄风谷在七派中的地位，足以左右门派未来的战斗。为了能让你们都能活着回来，我要好好的训练你们。此行万分凶险，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，以免在禁地内断送了性命。禁地内天气恶劣，变化无常，还有各种崎岖的地貌。 不少人在进入禁地之初，便被这恶劣的天气折磨致死。你们要记住这几种药草：碧水枝、紫猴花，还有天灵果。这些都是筑基丹所需要的重要的药材。禁地里会有各种妖兽出没，想要顺利取药，就得先过他们这里。 要是打不过，可就成了他们的腹中餐了。禁地中的各派弟子大体分为3类，第一类，实力较弱的，就像你们其中的有一些人，要么是被逼而来，要么就是心怀侥幸。这样的弟子，往往活不过第1天。第2类人，修为虽然不弱，但也算不上顶尖高手，其中不乏有一些投机取巧之辈。
不去好好采集灵草，反而还想利用杀人夺宝的手段牟利。但是到了第3日，第2类人中的佼佼者，便会在禁地中自动的销声匿迹，不再现身。这时，便轮到第3类人了。师祖，第3类人是？第3类人是懂得保存实力、隐藏实力的那些家伙，终于出手，各显神通。师祖，那您说了这么多，到底哪类人活下来的最多呀？自然是第3类真正的高手。错，是第1类。第一类人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能进禁地的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啊？但若是不够谨慎，再厉害的人，也只有身死道消的下场。而那些实力最弱的呢，因为早早认清了现实，反而能够成为最容易全身而退的人。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。没想到，当初莫大夫教我的一切，在修仙界依旧适用。当然有功！碾压花刀屋，碾压上莫灵少山巨剑门，横扫巨剑门。好了，经人可嘉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活着回来最重要。是。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禁地之行所制，它不仅可以绽放奇光，还可以克制各种迷雾毒障。血色试炼中啊，有一个宝物，叫岳阳宝珠，光如日月。就是因为它在血色禁地中太过好用，被其他6派集体声讨。我们偃月宗不得不将宝物献出，成为7派共有之物。禁地之行后，原执掌宝珠的一派就要交出此物，只是今年又回到了我派手中。7派约定，只有在第4天才能打开岳阳宝珠。那师祖，是不是到了第4天，采集灵草就更方便了？恰恰相反，岳阳宝珠未出现的时候，你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当岳阳宝珠一出现，你们就要注意躲藏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出现就是杀戮的信号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花了3天，结果什么灵草都没采集到的人，在剩余的有限时间里，你会做什么？杀人夺宝。现在我要将岳阳宝珠交给你们其中一个人，燕如烟。弟子定不辱使命。近来身体如何？有没有再发生晕倒的情况？多谢师父关心，如烟好多了。自从入宗门之后，心口救急就再也没有犯过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大意。我找了些古籍，想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找一位按灵根修士，阴阳调和。多谢师父关心。如烟现在一门心思只想修行，还不想婚姻之事。师父让我留下是有正事吧？此次血色禁地让你带队，把岳阳宝珠托付给你，是有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。什么事？这趟禁地之行，免不了要与人斗法，还是买点趁手的法器。在下望宇是万宝楼的掌柜。在下李飞宇，一介散修，想寻些法器傍身，不拘价格。厉公子利落呀，里边请，几乎上好的碧云茶。是。不用了，我呢也不是来喝茶的。你这要没有好东西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厉公子留步。金夫子母刃一套，母刃一把，
自任八把，这可是以精铁、精金为原料，有炼器大师3天3夜炼制而成。只要手持母刃，就可以同时控制8把子刃攻击敌人。敌人不是防不胜防，而是疯了，哎呀，拦不住。玄铁飞天盾，罕见的防御性法器，用大块寒阴之地的玄铁精炼而成，不但坚不可摧，一经施法驱动，就可围绕四周，自动防御。哎呀，我厉害的厉公子的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呀？全是大世面吗？好吧。不装了，给你看看我最喜欢的宝贝——天雷子，截取天地雷电后凝练而成。即使是筑基期的修士正面对抗，也会灰飞烟灭。哇，是，说没就没有。宝贝珍贵，但这个价格，也不是说李公子什么实力。黄敬之啊，黄敬之不值钱，不过闹呢。上百年的黄金之也值不了几个钱啊！你再闻闻。500年，500年，500年，500年可以。这些不够，把你们这最好的拿出来。假人民币呢？金光砖符宝，本殿的镇店之宝。这还是结丹期的修士才能练得出来的啊！虽然启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慢，但它绝对不是俗物。说吧，李公子，想换哪一件宝贝啊？我全都要。嗯？啊，厉公子果然是阔绰，但厉公子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是，药草很珍贵，但是想抵我这些宝贝，差点意思。谁说我这500年灵草啊？亲们，前面成交吧，都给你了，桌子、葫芦、那茶具，全拿走。禁地之行万分凶险，我们务必要携手行事。是要跟你们同行，我可是要单独行动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行了，你们别愣着了，赶紧去找师祖。他旧疾复发了。这里地处偏僻，正好试试新买的东西。金父子母刃。陆明远，我把筑基丹都给你了，你现在要悔婚吗？有人。师妹，何必这样呢？只要我能得到董玄儿的青睐，
那洪福师祖很有可能会收我做门下弟子，还愁筑基丹吗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蠢货。哎呀，好了，师妹，师兄一会儿便让你知道为兄的好。别碰我！婚约的事情我会跟父亲说清楚，你就继续做你的白日梦吧。筑基丹还给我！就算你现在不给我，之后陈家也会派人找你要的。我们后会无期。好了，师妹，别担心，这不过是我的丰富之术。如果师妹不是陈家家主的独生女，放你一马也未尝不可。只是我实在担心你由爱生恨，来报复为兄。筑基丹，为兄笑纳了。只是师妹你，最好还是从这世间消失最为妥当。黄风谷怎会有这种败类？黄风谷怎会有这种败类？偏偏筑基丹还落在他手里，此人当真该杀。但是，他修为在我之上，怕是打不过。这可是合欢丸2级妖兽的银毒所炼。来，我可真想看看师妹一会儿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说道友，看了这么久，该现身了吧？原来是你啊！早就想找机会除掉你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只能打了。没想到你不但是个小偷，还是个淫贼啊！没用的，此期以中阶灵石驱动，灵力用之不竭。你的法器还没祭炼完全，只能当寻常兵器乱挥，还想跟我斗？
神行符。不愧是50灵氏一章的高级货呀，瞬间就能提速至此。谢谢提醒。原来当正常兵器用就好了。这不是我那枚吗？盒子都没换，原来姓叶的卖给了他。筑基丹，总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这另一颗，就当做是报酬吧。陈师姐，师姐，体质重啊！你的衣服开了，你的衣服开了，把你的衣服穿上，快！那个坏蛋给你下药了，你醒醒，醒醒！师姐。虽说是见义勇为，但是杀同门终究是大忌，我又干不出杀人灭口的事情。所以陈师姐，你还是吃颗忘尘丹吧。吃了这忘尘丹，今天发生的一切，还有我出现在这儿的事，你就都忘了吧。师姐，龙烟有消息了吗？听燕家的人说，还是没有醒过来。不过听说他们在找血色禁地的血灵花，若能找到，还有一线生机。禁地凶险，又有门派的任务，于情于理不能让弟子冒险，绕路去找那血灵花。是啊，原本以如烟的资质，他完全可以带领队伍去试炼。他这一病不起，计划全乱了。师姐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绝对不可以！七派明确规定，只有炼气期弟子才能够进血色禁地，这样是破坏规矩。师姐，你忘了，我所修的素女轮回功是可以散去功力，只要我把修为压制到炼气期，我就是炼气期弟子，还有谁能挑出毛病来？就为一株血灵花，你就要以身犯险，降到炼气期。我的活祖宗，就是你愿意，我还不同意呢。燕家独苗在咱演元宗出了事，理应应该全力相助。更何况，我很喜欢燕如烟。再者，燕家堡驻守越国边境，
为七派抵御魔道近100年，劳苦功高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去了禁地，一定能将血灵花取回来，救颜如颜一命。还有我们要找的那样东西至关重要，只有我才能把它万无一失的拿回来。再说功力很快就会恢复的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个秘密一定要守住。少主好，少主的血灵大法越发精进了。我让你去查灵兽山去血色禁地失恋的人，名单呢？目前报名的是很多的，但是咱们不是要挑一些听话的吗？是要挑听话的，还是送礼重的呀？少主，你说什么呢？就拿燕雷来说吧，来了7、8回了。送的礼物我头一回收下，我是觉得那个礼物你能喜欢，但少主不要担心啊，咱就是收下了，咱依然不让他参与，谁让他是燕家宝的呢？燕家宝。堡主，各门派参加血色试炼的人员早已定下。我燕家堡弟子即使送礼，也不一定能够进去。不过偃月宗的人说了，他们会想办法帮我们去取血莲花，让我们等着好消息。燕儿是在他们那儿出的事，他们当然应该这么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只是这世上之事，皆是利益交换。刘长老，劳烦你再跑一趟偃月宗，把这封信交给他们的门主。只要他们能竭尽全力找到血灵花，救回嫣儿，燕家堡的矿场就送给他们了。堡主，这可使不得！矿场的收入是我们燕家堡的命门，怎可轻易就送给偃月宗呢？我只有这一个女儿，让我拿命去救她都可以，何况区区的灵石生意。什么人？结丹修士。不过都是初级。筑基中期竟能指挥结丹修士，不就是想去血色禁地吗？燕堡主何至于此啊？你是什么人？晚辈，鬼灵门少主王禅。你是王天谷的儿子？正是。听说堡主最近在想尽各种办法，让燕家堡弟子去血色禁地试炼，想来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东西要拿呀。既然此事七派不愿伸出援手，为何不来我六宗商议呢？这七派向来以正道自居，却联手霸占血色禁地，求他们办事，难如登天啊！您堂堂燕家堡堡主，如此会不会太过卑微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可以安排人到血色禁地拿到您想要的东西，不论是什么，小侄都可以帮您。堡主怕不是忘了，燕家堡与鬼灵门数百年前本是一家呀。阁下还是先回去吧。堡主也别忘了，只有愿意帮你的才是朋友。别说了，
走吧。调查怎么样了？燕云山黄州派人去血色禁地，不是为了朱姬丹，而是因为他重病的闺女。他闺女？这妮儿名叫燕如烟，乃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天灵根。天灵根。所以啊，燕家宝一定要保他。不过嘞，他旧疾发作，命在旦夕，需要只在禁地中生长的血灵花救命了。那确实。原来如此，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掌握了血灵花，就能掌握燕家宝；掌握了燕家宝，就能掌握这次战争的先机。有点意思啊！这下中国又有事儿做了。天灵根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他不会想起来那天的事儿了吧？今天天气不错还能看到雪山呢。师祖来了。师祖。都看到了吧？这便是千机之术。你们每个人传送至禁地内的地点，将随机而定。传送到什么位置，全凭自己的运气。门派能做到的，就是在你们的身上种下本门的千机之术，在一定范围之内，你们可以感应到同门的方位。这次试炼，各门派都在暗中较劲，采回来的灵草数量将会直接影响未来60年各门派的地位。偃月宗仗着自己家大业大，随意修改禁地的封禁时间，我们灵寿山绝对不能被他们踩在脚下。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七派中最能打的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出发。哎，几天不见，怎么胖了？出发了！飞了！
稳住！马上就要到了。诸位，守住要领，绝不能让燕家堡的人拿到血莲花。遇到欺骗江营弟子，尽可能杀之、伤之，万勿暴露身份。这是自然。这里就是血色禁地，怎么没有动静？禁地开启。这是哪儿啊？先躲起来，观察一下。继续本子！任师兄，任师兄，我们在这儿呀！快，我们走吧。前方可有黄风谷的弟子。姐，时间紧迫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嗯，走吧。小绿瓶的秘密，可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接下来还是单独行动吧。向师兄。好戏开场了。灵气果然变得稀薄了。师祖，没想到这融灵符还真有用，
此符能将人的灵气连接在一起，就算传送是随机的，也有一半的几率散落在彼此周围。居然落到这儿，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。果然，越靠近禁地外沿，灵草年份越低。这样，就不用担心与人争夺了。取些幼苗种子，再用小绿瓶催熟就好。金边五叶红，这么快就死人了？一定要小心，别像他一样。乌龙潭东北角，地势偏僻，以数十丈的潭渊为中心。按照地图标记，紫红花应该生长在附近。好浓的瘴气！寒烟草，这可是制毒的好材料。谁在那儿？出来吧，我看到你了。难道我的隐身符失灵了？出来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虚张声势的家伙。哎呀，我的小宝贝儿！寒冰蝉，于师兄，还是你这驱兽粉厉害，一小瓶竟让寒冰蝉乖乖听话，又干掉了一个气派高手。这些小家伙们可立了大功。寒冰蝉性情温顺，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它，几乎是不会攻击人的。老齐，把寒烟草收了吧。哎，真没必要为了一棵草聪明，就让他们去拿吧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
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到你们。小心点儿，可别中了埋伏。此人的谨慎程度不差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丢了性命。这2个人就是冲着杀人去的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他们怎么还不走啊？哎，算了，他们不走，寒烟草我走。虽有剧毒，可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。是啊。哎，咱把他储物袋也收了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奇怪了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难道这里还有别人？没找到灵草，储物袋倒是捡了不少。接下来去哪儿啊？这附近哪有紫后花呀？看来门派发的地图也不完全可靠。哎，向师兄，路滑，慢一点。哈哈哈哈！小老儿只不过是多来了几趟，认识路罢了。哎，到时候遇到灵兽，还得仰仗那2位青年才俊呢。这有何难？这禁地宛如死亡迷宫，认识路才是最重要的。向兄是老马识途啊，我们3人联手，必定稳妥至极。这向师兄怎么和其他门派的弟子在一起啊？韩师弟，没想到竟在此处相遇了。韩师弟，怎么样啊？和我们一同走吧，大家相互也有个照应。嗯，哈哈，韩师弟有所不知，这血色禁地的地图，每个门派标记侧重都不一样，所以和各个门派的人互通有无，携手合作才是明智之选。多谢师兄美意，但我实力低微，也是初次来到禁地，只想随意的采些灵草交个差，不敢拖累3位。无妨，无妨。不过韩师弟，你也不必拒绝的这么快嘛，啊？莫非韩师弟有什么志在必得之物？既然此人不识抬举，向兄何必跟他多费口舌？对啊，向兄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诸位，告辞，告辞。没办法，只能换个方向了。向师兄到了禁地，怎么与平时判若两人？老杜哥好。哎，老杜好。哎，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？杨明志，咱们要不回去？什么赌啊？不赌了。这场战斗关系到咱们7大派往后6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，是不是？没毛病吧？所以呢，咱们就赌哪派采的灵草多，谁赢。行了吧？
你说的就不成立。那万一一样多呢？哟，对吧？这是个问题啊。那我想想啊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就赌啊，那出来的弟子是单数还是双数？滚！潘老头，你赌不赌啊？我才不跟你赌呢！无聊的家伙，真是。哎呀，来嘛！啊！这样，我用2颗血线胶内丹赌你2块铁晶，没占你便宜吧？血线胶内丹。哦。啊？怎么样？行吧，2块就2块。来，只赌灵草。谁猜的灵草多，谁赢。说好了。死人，又是死人。这才第1天，就都按捺不住杀心了。又隐形，又锋利，还真是绝佳的偷袭武器。谁在那儿？是太南小慧那小子，要不要将他出来问问？我压制修为到炼气期才得以进入禁地，本就是诸多不便。先以任务为重吧，不必横生枝节。先想办法与其他弟子会合吧。把他们安葬了吧。是，师祖。这儿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吧？第1天就结束了，好找东西也没找到。西派的诸位，恭喜你们侥幸活过了第1个白天。不过血色禁地的黑夜比白天更危险，死亡或许将从天而降。奉劝诸位，找个好地方藏身。那个江师兄对禁地如此熟悉，竟然进来了3次都还没出击，我可不能像他那样。这禁地，我再也不想来第2次了。
愚公驱寒。怎么才第1日，就折损了这么多人呀？看来这次争的要比我们预想的厉害。千机之术有反应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师兄救我！真是棘手。没用的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师兄救我！真是棘手。没用的。哼，又来一个送死的，你们两个打算怎么死？我来助你！这是什么法器？提法器，本姑娘可没输过。哼！去死！出手的人在哪儿？先收了再说。风月是天血堡的狂人风月。
既然知道是我，还不快跑！小子，给了你机会，为何不跑？背对着敌人只有一死，我要是跑，不就和他一样了吧？难得碰到一个好玩的，那我就好好陪你玩玩。混元珠也好意思拿出来？你以为我只有混元珠啊？那再来这个，给你尝尝。烧得连灰都不剩，可惜了方才那把黄伞。这是什么？算了，先收起来。回去再研究。哎，这靴子竟然没事，想必是个宝贝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好像是紫红花，真的。那里还有一朵。两位师兄，你们看，这里有紫红花。
招呼，真不把他当外人。这种偏僻的地方还真是来对了。这儿的灵草年份虽少，但没人跟我抢了。看，这年份不就足了？回去后拿一些交差，剩下的留着自己用。不过，这么快就过去2天了，得赶紧去找那3味药。紫红花。 韩丽，陈师姐，你受伤了？这青椒旗怎么在你这儿？这是陆明远的东西。麻烦，还是被看见了。师姐误会了，我的法器和青椒旗有些相似。误会？不可能。那天是你救了我，对吧？但你拿了我的筑基丹。 所以你不敢承认是不是？你现在中毒了，很有可能看到一些奇怪的幻象。我这有解毒丹药，师姐赶紧服下，否则怕撑不到离开禁地。等你解了毒，要还有什么想问的，我保证一一答复。 这丹药还真的挺管用的，所以你现在能说了吗？就算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。对不起，这忘尘丹可以让你好好睡一觉，我给你找个安全地方。 这么大的珍贵玉髓枝，招来的人肯定不会少。小点声，别让别人给发现了。啊！这俩人还真是下血本啊，连玉髓枝都拿出来做诱饵。哎，我累了，先靠一会儿，你盯着点啊。哎，放心。 哎，师兄，怎么了？花儿，哎，我的玉髓枝呢？眨眼的功夫，谁拿走了？追！那个，谁呀？谁在那儿？
明看见跳下来了。余兄，老齐，人呢？我明明看他跑这边来了，这怎么不见了呢？奇怪，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啊？哎，那边有条路，走去看看。好。这隐身的高阶法器真不错。韩姑娘，多谢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都怪我太没用了，刚进禁地没多久，储物袋和地图就被人抢走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只好找个地方先藏起来了。我这个丹药可以恢复你的元气，来拿着。谢谢韩大哥。其实，我刚进来的时候害怕的要命，但是找不到烈阳花的话，我哥哥的病，我实在想不到什么办法。那2个灵兽山的，不是你的同门吗？不，我不认识他们。你不认识他们？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？我在灵兽山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见过他们。韩大哥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有这件隐身法器傍身，一定能升到第5天的。你快去找你想要的东西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你要找烈阳花是吧？是啊，我来禁地就是为了找烈阳花。我带你去。太好了，谢谢韩大哥。没事儿，正好顺路。哪里能找到烈阳花呀？我的地图上没有标注烈阳花的位置，但据说，大部分禁地中的灵草都能在中心的环形山脉找到，问题不大。这深有古怪，捂住耳朵。韩大哥，这飞马看起来有些古怪，不像是禁地中的灵兽。是，方才那少阴应该就是操控者，不知他躲在何处了。据我所知，整个灵兽山只有一个师兄养了这种灵兽，他叫钟无。钟无，要是让他知道是咱们杀了他的灵蟒，他定不会放过咱们。要不，咱们还是绕道吧。时间不多了。恁俩胆儿挺肥呀！宰了我的灵蟒，还敢进来跟我聊天？钟师兄，你就放我们过去吧，这里的灵草我们分毫不取，都归你所有。别说那些没有用的，有本事过来，过来咱比划比划。等等，这双鞋是踏云靴？
对，这不是风月的吗？他脑子抽了送给你了？那他穿什么？你认识他，就应该知道这靴子，他不可能送人。你是说你杀了狂人风月，还抢了他的血吗？你说呢？我看你身上这腰带也挺不错的。不，等，我还没说完了，你先回去，你回去，我还没说完嘞。我是觉得小师妹说的很有道理哈，大家相逢就是缘分，啊，保不齐以后大家还能互帮互助嘛。说来听听。地图，七派手中血色禁地的地图都是独有的，我手上刚好有一份灵寿山的，你可以考虑拿黄风谷的和我交换，不亏吧？灵寿山的地图，汉姑娘也有，不需要看你的。你有是吧？忘了。画刀屋的你怎么没有啊？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？不换。我还能骗你？这样，我再加一个天阙宝的，1、2换1。我造假能力再强，我不至于造这么多不重样的吧？对不对？同意了。这样，我数3个数，咱们同时交换。3、2、1。还不是说好了一块儿的吗？你有没有信用？又让他们跑了，于兄，你说他能跑哪儿去呢？谁知道呢？这小子可跑得太快了。哼，你小子以为谁呢？两位，我的雪莲花呢？嗯。答应你的事办到了，还有什么事？除了血灵花，我们的任务还有狙击七派的精锐弟子。你们俩不会都忘了吧？我们2人可是取了他们很多人的性命，你战况又如何？哎呀，我明面上还是咱们灵寿山的人，动起手来不大方便，还是要靠你们呀。适才，我遇到了1男1女，女的是灵寿山的，男的是黄风谷的。我亲眼看见他们2个人捡了不少灵草呢。说到这来，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再启发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给把灵草，然后咱们3个，明白了吧？他长什么样啊？瘦高个，平平无奇。平平无奇。哎，他们现在在哪儿啊？那个女的要给她的兄长治病，所以他们现在多半是在烈阳洞寻找灵药呢。你们一定要赶在之前埋伏。他们的修为很差，比你想象的还要差，只能帮你们到这儿喽。各位，
弟子伤亡速度快得离奇呀！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吗？禁地改为1甲子开一次，弟子们必定会尽全力抢夺灵草，厮杀的程度一定会比从前更厉害。韩老头儿，大家不当年都这么过来的吗？哎，大家放心吧啊，放心吧啊。这么黑啊，什么也看不到。这种地方，如果没有星象和标记所引导，一定会迷路。那怎么办？是岳阳宝珠。3日已过，岳阳宝珠是专门用来对付血色禁地的迷雾，有他帮忙，就不愁辨不清方向了。找着了，在那个方向。烈阳花，好大一片！快跑！看你往哪儿跑！你们不是要烈阳花吗？谁也不让你们得到！没有，莲花，莲花，怎么一个都没有了？形势如此颗劣，所用功法也不是七派正道。他们不是灵兽山的，那又会是什么人？别哭了，还有一朵。谢谢哥，这饼俺舍不得吃，给你吃。此地危险，走吧。韩大哥，那我要怎么谢你？等出去了，给我烙几张饼吧。烙饼。不远了，走。紫后花和玉髓枝都找到了，就差天灵果了。根据地图显示，此地应该有才是，怎么不见踪影？难道是被先前来的人采光了？时间不多了，还是看看此处有没有未成熟的幼苗。神识竟然无法穿透，赌一把。这应该就是记载中的石殿了。此地居然有隔绝神识之能。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弟子定会全力以赴。玉儿、晴儿，你们两个留下来继续寻找血灵花。此事关系到燕如烟的性命和我们与燕家堡的关系，亦不可轻慢。是，师祖。其他人跟紧我。
深邪门，神识也无法探视。一路走下来，只有一条通道。要是在此地被围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不行，还是不能冒险，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不好，有人！死路！啊，这是？师祖，听说这地宫里的黑鳞蟒是1级妖兽，会不会不太安全？不必惊慌，一切按计划行事，万事有我。师祖，难道此处有结丹修士？是他。果然在此。所有人听令，即刻起封锁此地，警戒四周，结阵。是，师主。果然有年龄果，得设法拿到再走。热闹，遇上我，和你斗命！管你齐派是谁，明天赶不上传送，都给我宰上60年嘛！这孽畜的外壳坚硬无比，寻常的法术对他根本无效。听我号令！启动阵法！是。
也没那么难对付嘛。师祖，这到底是什么妖兽啊？不对，这不是黑狸蟒，蜕皮化蛟，墨蛟。现在是2级了。2级妖兽，相当于筑基中期了。要放弃天灵果吗？不必慌张。防御！就1个人了，打得过吗？你再不出来，你也逃不出去了。出去就是死。躲的谁也活不成。他们快走！快跑！你倒是好手段，居然躲了这么久都不出来。我怕你杀人夺宝。年纪轻轻，心思这么重，就不怕以后交不到朋友？我要是心思少点，这一路不知死了多少回了，哪还有什么以后？我这人不多了，这石柱压制不了他多久。你还有什么招数，赶紧使出来！我的确是，还有一件符宝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快啊！前面，我上！
直接催动符宝，你得帮我拖住他。我尽力而为，但你得先引开他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我像准备好的样子了吗？要不换你来啊！现在知道被人隔岸观火的滋味了。金光钻符宝，本殿的镇殿之宝。虽然启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慢，但它绝对不是俗物。前辈，辛苦一下，这是我最后的手段了。再快点！孽畜，给我下去！这孽畜力量惊人，我快撑不住了，快点！我已经很快了，再快点！再快点！梦里有梦的碎片，鲜血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情。不如怀念，总说往事都如烟。回首荒唐不忍言，喧嚣红尘寂寞书卷，挥去了流年，这妄言是我情弦。相逢泛起又见炊烟，似天边又如烟莲。回首已在山巅。